女人回家一推开房门，竟然发现丈夫与丫鬟睡在了一起。恒娘无法接受这一切，转身跑了出去。躲在暗处的迪伦见状，立刻施展法术，下起倾盆大雨。就在恒娘崩溃的在大雨中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时，迪伦拿着雨伞出现在她身边。恒娘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，扑到了迪伦的怀中。恒娘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殊不知这些都在迪伦的策划里。原来恒娘与洪天福结婚数十载，至今膝下无子，只因为以前恒娘为了供洪天福考状元，自己在家辛苦养猪10年，闹下了不能生育的病根，而且现在丈夫已经高中状元做了县令。虽然洪天福嘴上说着不在乎，觉得两个人挺好的，但是在街上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时，洪天福却表现出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，这让恒娘心中很是难受。在丫鬟的提议下，恒娘决定为洪天福纳钱。正巧这个消息被一个街头混混听到，第二天她便故意在街头欺负宝黛，设计让善良的恒娘将宝黛带回洪家。就这样，恒娘亲自将自己的丈夫送去了别的女人的床上。刚刚开始，宝黛还表现出与恒娘是亲姐妹一样，但是没想到几天后，宝黛就出现了孕吐反应。经过太医诊断，确定宝黛怀孕已有1月有余。宝黛一看恒娘与洪天福对怀孕之事毫不怀疑，她的恶人本质就显现了出来。她借怀孕之由，不仅让恒娘的贴身丫鬟小蝶亲自来侍候自己，还变着法的折磨着小蝶。这天半夜，小蝶看到宝黛神色慌张地跑了出去，她便悄悄躲起来暗中观察，没想到竟然发现了宝黛与一名男子在厮混，而且这名男子正是那日在街上逼她卖身的男子赵良。小蝶发现后本想去告诉恒娘，没想到却不小心弄出了响声。宝黛和赵良眼看事情已暴露，两人便想出了一条毒计来陷害恒娘。你个毒妇，竟然想毒害我怀中的孩子！怎么了？你做了什么？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昨天刚好家里没人，我看自己快要临盆了，我就叫姐姐帮我去买点补药回来，没想到她的药力方失效。姐夫，我没有，你是个大坏人！面对这么虚有的罪名，恒娘觉得十分委屈，因为她连麝香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而且小蝶也将昨晚看到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。但是洪天福却夹在两个女人中间，不知到底该相信谁。就在这时，宝黛急忙拿起地上的碎片，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没想到就是这一举动让洪天福对她深信不疑。受到洪天福的责骂，恒娘哭着离开了洪府，独自一人坐在桥边哭泣。没想到却遇到了2个歹徒要调戏她。美人儿，一个人不寂寞吗？要不要咱们两个陪陪呀？恒娘被2个地痞流氓逼到万丈悬崖边，没想到脚底一滑，竟然掉了下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半空中出现了一道蓝光，将她稳稳接住，送回了地面上。等恒娘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。迪伦主动将恒娘留下来养伤，刚刚被丈夫赶出家门的恒娘也没拒绝，便安心住了下来。不久后，小蝶终于找到了失踪几日的恒娘，在小蝶的劝说下，恒娘同意跟她一起回家。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宝黛已经为洪家生了一个儿子。现在的洪天福与宝黛好似幸福的一家3口，突然看到恒娘被怪婆婆带了回来，宝黛立马用自己和儿子的性命相逼，让恒娘离开。原本宝黛就将恒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而且洪天福还为恒娘说话，他怎么可能会让恒娘有可乘之机呢？洪天福见此情况，只能先让恒娘先行离家。看到如此决绝的丈夫，恒娘立刻转身离开了洪府。回到狄府，恒娘看着天福交给自己的账房钥匙，伤心难过。迪伦趁机上前假意安慰她，背地里却悄悄对她施展了法术。可是没想到自己的法力竟然对恒娘不起作用。原来迪伦是一只千年狐妖，他接近恒娘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恒娘喝下自己的血，帮自己启动法器，赌自己得道成仙。在得知了恒娘手中钥匙是打开洪府的保险箱后，他决定利用这把钥匙帮恒娘返回洪府，进一步取得恒娘的信任。正巧第二天看到恒娘约宝黛出来和谈，没想到却被宝黛无情的羞辱了一番。迪伦趁机抓住机会要提议帮他对付宝黛。晚上，迪伦假扮成洪天福的手下吕中，在酒馆与赵良偶遇，然后假意将保险箱钥匙的秘密告诉赵良。第二天，赵良便来到洪府，让宝黛把保险箱的钥匙搞到手。过惯了好日子的宝黛不想再跟赵良同流合污，没想到赵良却用孩子不是洪天福的秘密威胁她。回到家后，宝黛主动提出同意恒娘回家，但是条件是要让自己做妻，恒娘做妾，并把洪府的账房钥匙交给自己管理。洪天福为了能让恒娘回家，便答应了宝黛提出的一切条件。第二天，恒娘正收拾好行李准备和小蝶一起回家，没想到赵良却领着一帮地痞来抢夺钥匙。推搡之中，恒娘的额头撞到了柜角上，血流不止。幸好迪伦及时赶到，打走了地痞，抓住了赵良。寿宴之上，洪天福正要向客人宣布改妾为妻的事情，恒娘和迪伦押着赵良来到了洪府。老爷，这就是宝黛的奸夫，就是他合谋骗夫人的，有言惑众，有何真凭实据啊？要真凭实据还不简单，当场滴血认亲，事情就水落石出了。不出意外，洪天福与孩子的血并未融合，发现一直疼爱的孩子不是自己的，洪天福当场大怒，任凭宝黛如何祈求自己，狠心的将他们母子赶出了洪府。恒娘终于名正言顺的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夫妻2人又回到了恩爱如初的日子。可是没想到恒娘却因为额头的伤疤突然性情大变，看到洪天福与小蝶稍微亲密一点，他就阴阳怪气的嘲讽2人，再加上宝黛的事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，他害怕自己破了相，洪天福就会抛弃自己。
所以她寻遍了城中所有的名医寻找治疗方案，可大家都对这个伤疤束手无策。这样一来，恒娘就更加惶恐不安了。她便来到大相国寺求签祈福，没想到张道人为了挑拨他夫妻二人的关系，故意告诉他这支签是个下签。夫人，你额上留疤，此乃破相，这恐怕夫人的夫君起疑心之征兆啊。说完这些，还故意夸奖小蝶天庭饱满，有贵人之相。恒娘听到这些，便对小蝶起了防备之心。每当看到洪天福和小蝶在一起，就心烦意乱，口不择言。慢慢的，恒娘从一个温柔善良的少妇变成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杜甫。这天，迪伦在送恒娘回家时遇到了小蝶，他故意给小蝶施法，让她立马变成一个浪女，在恒娘面前与自己拉拉扯扯，让她吃醋。没想到恒娘真的上当了，还狠狠地打了小蝶一巴掌。回家后，小蝶将今天迪伦送恒娘回来的事告诉了洪天福。他觉得迪伦对恒娘的态度不像普通朋友，有点为他担心。可是恒娘却认为小蝶在洪天福面前告自己的状，当场就对小蝶又打又骂的。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迪伦看在眼里。晚上两人正要睡觉时，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。洪天福去关窗户时，却被迪伦施了法。你一到晚上就知道叫我去睡，睡了半天有什么用啊？你连个蛋都没有下过，真是个没趣的女人。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。说完这些，洪天福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。第二天，被施了法的小蝶趁恒娘外出时，装出一番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让洪天福陪自己说说话。可是没想到，在两人对饮期间，洪天福也中了魔，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经过这一晚后，恒娘不仅住进了迪伦的家中，还每日与迪伦过着盛世夫妻的日子，而且迪伦还为她研制了可以去除疤痕、永葆青春的药膏。恒娘看到迪伦对自己这么用心，幸福地依偎在了他的怀里。不久后，恢复了容颜的恒娘回到洪家准备复仇。她先将小蝶打了20大板，然后命人将她赶出洪府。可是没想到，这时小蝶却晕了过去。经过太医诊断，发现小蝶竟然有了身孕。恒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执意要赶走小蝶。可是洪天福不仅要将小蝶留在府上，还要纳她为妾。恒娘本想加害小蝶，可是又怕洪天福责怪她，只好又来找迪伦帮忙。迪伦趁机给她出了一个狠毒的计策。回到家后，恒娘不仅重新变成了原来那个温柔善良的妇人，还主动提出把小蝶纳给洪天福做妾。看到如此深明大义的恒娘，洪天福倍感欣慰。第二天，恒娘假意带着小蝶去大相国寺还愿，没想到她却将小蝶带到了一个悬崖边。姐姐，咱们不是要去大相国寺祈福吗？怎么会来这儿？祈福？你以为我会真让你做天福的妾，做另外一个宝黛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要你滚！没想到在两人推搡间，恒娘却将小蝶推下了悬崖。回到家后，恒娘不仅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还告诉洪天福小蝶是被一阵妖风吹走的。没想到洪天福却相信了他的话。第二天下人来报小蝶的尸体在悬崖下被发现了。没想到洪天福去认领尸体时，却发现了小蝶手里紧紧攥着自己当年送给恒娘做的发簪。就在这时，怪婆婆突然出现，将迪伦的秘密告诉了洪天福。两人便将计就计，引迪伦露出狐狸尾巴。他拿着发簪找到了恒娘，恒娘也承认了所有的事，极度使人面目全非。恒娘的所作所为让天福痛心疾首。为了让小蝶安息，天福准备将恒娘捉拿归案。两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。恒娘情急之下将发簪插在了丈夫的胸膛，看着倒地不起的丈夫，恒娘心里充满了恐慌，急忙起身去找迪伦。经过迪伦的细心开导，恒娘终于平静了下来。随后他把恒娘带到大相国寺，将自己是狐仙的身份告诉她。为了让恒娘自愿喝下自己的血，迪伦对恒娘一顿糖衣炮弹进攻。都说男人的嘴骗人的，可是就这2句甜言蜜语就让恒娘对他深信不疑。为了跟迪伦一起修炼成狐仙，永远在一起，恒娘竟然心甘情愿让迪伦吸干自己的血。就在迪伦疯狂吸食着恒娘的血时，洪天福和怪婆婆及时出现。看到死而复活的洪天福，恒娘虽然激动不已，但是在得知了这一切都是怪婆婆和她设的一场局后，恒娘无法接受这一切。她一怒之下端起杯子就喝下了迪伦的血。迪伦见自己的阴谋已得逞，便收起了自己的虚情假意，露出了真面目。恒娘这才明白把自己搞得这么悲惨的始作俑者就是迪伦，但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。迪伦见状立刻向恒娘下达指令，恒娘瞬间魔性大发，一掌将洪天福打飞了出去。一旁的怪婆婆见状立刻现出原形，与迪伦厮打在一起。此时清醒过来的恒娘发现自己打伤了丈夫，既伤心又后悔。而此时的洪天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自己不应该为了延续香火奈了一个小妾又一个小妾的。真心相爱的两人终于各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可是这时迪伦却将怪婆婆打成重伤，再次催动了恒娘的魔性。恒娘直接发力将洪天福打死了。被魔化的恒娘全然不顾洪天福的死活，启动了法器的法能。迪伦见状立刻透过恒娘吸取法能。眼看迪伦的法力不断上升，就要修炼成功时，身后的佛祖突然显灵，迪伦瞬间灰飞烟灭。随着迪伦的死去，恒娘也清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亲手杀死了丈夫，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。
重，想用发簪了结了自己的性命。幸好怪婆婆及时出手阻止了她。事后怪婆婆告诉了恒娘自己就是她的前世，因为自己一直修炼仙法却无法得到成仙，所以才会返回人间想改变恒娘的一生。可是谁知事与愿违，因为自己的介入却让恒娘家破人亡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怪婆婆利用自己的仙法改变了这一切，让恒娘的人生从头来过。醒来的恒娘打算按照原本的计划去省城与洪天福相聚，可是这时路边却突然出现了一只白狐。小蝶，我们不去县城了，那老爷怎么办呢？如果他真的爱我，一定会辞官回家的。小蝶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